闹大了！北京大兴机场海关在旅客行李查获57瓶寄生虫，评论炸锅了。提起寄生虫，相信很多人都会感到恶心和恐惧，因为寄生虫不仅看起来吓人，还会携带很多的有害细菌，它对环境或人的身体都有不利的影响。这么危险的寄生虫，偏偏有人要将它携带进入机场。北京大兴机场海关在旅客的行李箱中查获了57瓶寄生虫。消息一出，立即在网上引起广泛的议论。从网上的评论来看，很多的网友都对此感到愤怒。男子的寄生虫是怎么来的？他又为什么要将这么多的寄生虫带进机场？让我们来看看整个事件的基本情况。一、海关查获57瓶寄生虫。4月10日，北京大兴机场海关在旅客的行李中查获了57瓶寄生虫。此事一出，网上舆论一片哗然。据了解，当时北京大兴机场海关在对出入境旅客的行李进行安全查验时，发现一名旅客的行李在进行机器查验的过程中，机器图像显示行李异常。机场海关人员立即对旅客行李进行开箱检查。经过检查发现，原来该旅客的行李箱中满是瓶装的寄生虫，密密麻麻，非常恐怖，总共有57瓶。海关人员立即将该旅客拦截，并对寄生虫的来源进行询问。该旅客称自己姓张，来自河北，半个月前去自己的一个非洲朋友处度假，而他自己特别喜欢各种寄生虫，于是在临走前，在朋友的陪同下亲自捕捞一些寄生虫，并作为纪念品带回国内。而且张某还向海关保证道，自己带寄生虫回来只是用于实验，没有伤害他人的目的。海关人员并没有听信张某的辩解，因为对于一些不明物种，如果需要携带和寄递国家都有一套严格的监管审批程序，而张某是私自将国外的寄生虫带入境，国家有一批禁止携带寄递的不明物种的名录，张某显然违反了规定。为了安全，机场海关在扣押张某行李的同时，还将张某行李箱中的寄生虫样本送到相关检验检疫部门进行检验。经北京市卫健委相关专家鉴定，张某携带的寄生虫中包括非洲地区的蛔虫、锥虫等，还有一些叫不上名字的虫，但这些虫毒性非常大，会危害人体健康。对此，北京大兴机场海关方面相当重视，并表示会对旅客张某按照规定采取严厉的处罚措施。二、为何对寄生虫严格监管？寄生虫是指寄生生活的多细胞无脊椎动物和单细胞原生生物，各种动植物体内都有可能产生寄生虫，人体也不例外。如果寄生虫进入人体后，容易引起寄生虫病。常见的寄生虫病有弓形虫、蠕虫、蛔虫病等。本次北京海关查获的寄生虫中就有蛔虫。蛔虫病是一种严重危害人体肠道系统的疾病。蛔虫它主要寄生在人体的小肠中，它常见的急性症状主要有发热、腹泻、食欲不振、肚脐周边疼痛等。如果严重了，还可能诱发荨麻疹。蛔虫病大多是由于摄入未煮熟的肉类，没有杀菌消毒的蔬果所致。寄生虫病不只是对个人的肠胃、呼吸道造成危害，更要命的是，寄生虫如果控制不当，还会引发瘟疫。在中世纪的时候，欧洲曾经就爆发过黑死病。黑死病的一个典型症状就是脸上长满黑斑，而且这个病传染性极强。最初这个病在西西里群岛爆发，不到2-3年就传遍整个欧洲。黑死病的致死率也极高，据后世统计，当时大约有3亿人死于该病，而且即使该病治愈，也是后遗症不断。后来的研究表明，该病的发生和寄生虫有关。除了黑死病，之后发生的疟疾、天花等传染病也和寄生虫有关。正是因为寄生虫可能给人的身体带来问题，可能引发瘟疫，国家才会对寄生虫如此重视。此次北京大兴机场旅客携带的寄生虫，不论出于什么目的，他的这种行为都会给人民的生命安全、社会稳定造成潜在的威胁。因为不知道这些寄生虫是否会引发大规模的瘟疫，广大网友在评论区表达愤怒也是这个原因。我国一直以来都将人民的生命安全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凡是威胁人民生命安全的行为都会被严格禁止。
3年的新冠疫情已经给人民的生命健康、国家的经济发展造成了影响。在应对疫情的同时保持经济发展，国家在这方面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北京大兴机场海关不愿意因为自己的疏忽大意，从而让寄生虫以及其他不明物种进入国内，给人民的生命健康和社会安全带来隐患。所以他们对每一位旅客携带的东西都要进行严格检查，严格执行国家的相关规定。3. 不明生物入境屡禁不止。北京大兴机场海关查获外来寄生虫这一事件在网上持续发酵。其实机场海关查获不明生物已经不是新鲜事了。天津口岸在2019年曾在一堆水果中查获黑胸大蠊，这是一种害虫，它不但会咬破衣服、纸张、食物，还会带来一系列的传染病。如果任其泛滥，不仅会威胁人的身体健康，还会破坏环境，引发生态安全问题。之后，海关人员对黑胸大蠊做了处理，对携带该物种的人员也做了处罚。去年广州白云机场海关曾在旅客的行李箱中发现了蜂窝状的土黄色物体。海关询问该旅客时，该旅客说这是他从非洲带回来的蚂蚁窝。为了安全起见，机场海关人员对该旅客的蚂蚁窝进行了扣留，并送去相关单位进行检验。由于这些不明身份的外来生物安全性存疑，为了安全，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的规定，禁止这些不明身份的生物进入国内。比如，国家专门列举了一些禁止携带的不明动植物物品名录，里面列举了很多不允许入境的动植物。除了动植物外，对于境外的不明成分的土壤也被列入了禁止携带的范畴。如果实在要携带，也要走一套严格的审批程序。那些真正用于科研的物种，如果携带，海关也会进行特别许可，但这也要有各种证明其安全的检疫报告，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才能携带入境。而个人如果携带这些不明物种是违法行为，尽管国家出台了各种严格监管措施，海关查处的力度也如此之大，但依然挡不住一些人将不明生物带入国内的脚步。这里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一些人可能确实是喜欢搜集一些外来物种，他们想要自己养着，然后用来观赏，并且他们私下里还有一个网络交易渠道，他们会互相交换彼此的物种。国内也有些人愿意找他们购买，而且一些人也没有意识到这些不明物种有安全隐患。正所谓只要有需求，就一定会有人铤而走险。其次是有些不法分子有一些不可告人的目的，可能是心中有不满，可能是为了达到自己的某些愿望，于是在明知外来生物危险的情况下依然携带，以达到破坏社会稳定的目的。另外也不乏一些恐怖主义集团想要通过生物战来破坏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于是进行一些不法的生物实验，从而制造紧张局势。不论出于什么样的原因，这种行为都是违法的，不论使用怎样的隐蔽手段，最终都会被查出。这些携带外来不明物种的行为的人，他们就为了谋取暴利，为了达到自身的不可告人的目的，其性质相当恶劣。自然界讲究生态平衡，每一个物种都有它的生态位，这个生态位就是适合它的生存环境。将外来不明物种带入境内会破坏生物的生态位。自然界的生态平衡还包括食物链，每一种生物都有它的天敌。很多外来物种之所以在我国泛滥，而且破坏我国本土的生态平衡，就是因为在我们国内没有这些外来物种的天敌。由于没有天敌，它就会横行肆虐，甚至会导致我国的一些物种灭亡。因此，严打外来物种入侵非常重要。想要遏制这种事情，需要国家和社会的共同努力。一方面政府要严格监管，另一方面作为个人，我们坚决不携带外来不明物种。同时，对于携带外来不明物种的现象，要敢于举报和监督。也只有这样，国家的生态安全才得以维护。不论是外来的菌种、动植物，只要到了我国境内，都会给国家的生态安全、人民的身体健康带来隐患。因此，奉劝那些想要携带外来物种入境的人员，不要再抱有侥幸心理，不要再为了自己的一点利益牺牲国家和人民的安全。
因为不论是出于什么目的，个人只要携带了这些生物都违法了。另外，要向北京大兴机场以及所有海关人员致敬，是他们积极查验旅客物品。严格查验旅客物品的行为，排除了很多的安全隐患，让我们免受安全威胁。可以说，我们能生活在一个和平安宁的国家，离不开海关人员的付出。因为他们的及时制止，才没有让一些危险品流入社会，我们才能有健康平静的生活。